拥有室内植物，就如同养育孩子或宠物一样。也许我们从未想到过，能从园艺店买来的植株再衍生繁殖出另一株植物。学会自行繁殖植物，可说是绿化居家最经济实惠的方法之一。让自家成为小型亚马逊森林，着实令人感到兴奋，但也可能经历无数次失败。基本上，多数的室内植物繁殖，大多都是利用现有植物的茎节来进行扦插，创造出另一株新的室内植物。然而，其实在开始考虑繁殖植物的当下，我们仍然会犯一些小小的失误。这回来聊聊繁殖植物需要注意哪些事情，避免3个常见错误与扦插繁殖注意事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观叶植物小笔记，我是秋明，带您一起认识室内植物，绿化居家环境。繁殖室内植物其实很简单，但也可能特别困难。无论您是否尝试过繁殖，或是正准备想自己来繁殖，任何被忽略的小细节，都可能不幸地将您梦想中的微型森林化成堆肥的材料。接下来，我将提出3个在繁殖植物时需要避免的常见错误，提供给正准备尝试繁殖植物的您。错误1：繁殖植物不健康的部分。扦插繁殖时，务必截取健康的植物茎节或枝条，才能增加繁殖出健康植物的几率。已经枯萎的茎或损伤的植物是很难发出新芽新根的。倘若想要拯救一株看起来将近奄奄一息、快要枯萎了的植物，强烈建议您务必尽快将植株中仍然健康的部位截取起来。最好在植株有一丝丝微米死亡的迹象时，尽快截取它健康的茎节部分，在它死之前进行插条，如此才能够长出健康强壮的新植株。错误2：把刚扦插的幼苗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。截取下来扦插好的新植栽，如同新生婴儿一样，需要一个如同宝墙的舒适环境，才足以令它生根发芽。将刚扦插的枝条放在直射阳光底下，就如同将幼儿放在烈阳底下，十分危险。倘若环境过于极端，比如太暗或太亮、太冷或太热，都对繁殖植物非常不利。的确，植物需要阳光才能生长，但如果阳光太强烈，它们也很容易因烧焦而枯死。因此，给扦插的幼苗盆栽一个稳定温和的环境很重要。错误3：耐心不足，太早放弃。这是每个繁殖过植物的人都必经的过程。繁殖植物难免需要等待，有时候1周、2周，甚至需要1个月。这过程中需要您时常留意植栽状态，需不需要浇水，光线够不够。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才能看得到结果。如果枝条在扦插初期，枝叶都枯萎了，情况变得很糟糕。这时候请先不要太早放弃。其实某一些室内植物的扦插繁殖，往往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长出新根新叶。植物也需要适应期，为了重新生长，植株往往会枝叶的凋零。这是为了减少养分消耗而做出的自然反应。所以慢慢来，享受这个过程。看完以上3点，也许您会想，这些错误都已避免，但为何植物仍是不发苗呢？接下来我们更仔细地逐项说明，扦插繁殖需要注意哪些事情。第1点，温湿度与光照。最佳的扦插繁殖时机，就是在植物生长期，也就是春夏秋季节，约摄氏20度到摄氏28度左右。而多数植物在摄氏15度以下就会减缓或停止生长。土培扦插的植株要避免摆放在加热器或空调的出风口，湿度40%以上就会有利于生根发芽。
水培扦插也要避免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，如此容易长青苔，导致根部无法呼吸。每天3到5小时以上的间接光或柔和的散射光，最适合刚扦插好的植株。可以依据植物习性与地方气候做调整。第2点，枝条选择和修剪。挑选健壮饱满的枝条或是茎节。每一段枝条最好有2-3个以上的生长节点，如此植物会较容易萌发新根新芽。截取枝条的切口要平整，切在节点下方即可。第3点，避免叶子泡水里。水培扦插繁殖时，浸泡水中的部分务必清理干净，包含叶片与脱叶等等，避免长期泡在水中造成腐烂发臭。剪除过多的叶子也能避免水分损耗太多，有利于促进生根发芽。第4点，适时换水或补水。水培扦插时，视水质情况而换水，一般而言，1周换水1次。倘若环境条件佳，水质保持清澈，则只需在水位降低时，及时添加清水就可以了。第5点，水培转土培。室内植物中，多数天南星科拥有气根的植物，大约在1-2周后，根系就会生长得差不多。而灌木或乔木类，例如琴叶榕与福禄桐，则需要1至3个月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当根系生长有5公分以上时，就可以考虑是否转为土培，或是继续水培。通常水培植物的根系比较细弱，而土培根系较健壮。无论是哪一种培植方法，从土培转水培或是水培转土培，植物都需要一段适应期，大约1-2周的时间。植物会在这期间逐渐长出新根，此时给予温和适当的环境条件依然很重要。栽种时，用透气疏松的土壤与小盆栽，有利于植株较快适应。转土培之后，植株就需要渐渐增加光照度，土壤8分干时再浇水，并给予通风的环境。等到新植株长出新叶子，就代表顺利适应土培了。第6点，水根植物。水根植物与土培不同之处在于，土培的茎叶会有明显生长，而水根植株则是根系生长较多较快，而枝叶生长较缓慢。要使水根植物稳定生长，则需定期给予营养液，并检查根系，及时剪除腐烂老旧根系。关于水根植物的介绍在另一支影片有详谈，有兴趣的人可以点右上方的资讯卡观看哟。这回的植物繁殖常见错误与注意事项就到这里，希望看完这些能让您更了解植物，喜欢植物，成为绿手指。如果您喜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秋明，我们下回见。